请调整你的枕头，闭上眼睛，让思绪跟着我的声音穿过时间的迷雾。这是一段被无数诗人吟诵过的黄金时代。公元737年，大唐长安，春末的风从西北吹来，越过城墙，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意味。万国来朝的盛景，让每个长安人都挺直了脊梁。朱雀大街上，早起的胡商牵着满载香料的骆驼，用生硬的汉语打着招呼。空气中混合着烤饼的焦香，胭脂的甜腻，马厩里甘草的气息，这就是盛世的味道。一种让人觉得日子会永远富足安稳的错觉。但你若把镜头拉高，越过重重坊墙，推向大明宫北面的深宫，会发现这里的氛围，与其说是宁静，不如说是死寂。连早起的鸟雀都不敢在琉璃瓦上停留。往日里，宫女们轻盈的脚步声在长廊回荡，但今天，整座皇宫像一只被掐住喉咙的巨兽，所有的声音都被无声吞没。请把目光聚焦在宫墙脚下那几个行色匆匆的身影上，他们低着头，恨不得把脸埋进衣领。这几个在内廷呼风唤雨的高阶宦官，此刻像搬运着易碎炸药的苦力，每一步都战战兢兢。他们抬着的不是西域奇珍，也不是新鲜荔枝，而是3具被厚重锦缎包裹的躯体。从轮廓看，是3个成年男子，锦缎上的蟒纹在晨光下闪着刺眼的金光，那是只有皇室直系血脉才能使用的图腾，此刻却成了最讽刺的裹尸布。这3个人正是大唐皇帝李隆基最宠爱的3个儿子，太子李英、鄂王李尧、光王李堪。就在几个时辰前，他们还是帝国最尊贵的皇子，而现在他们变成了必须被迅速清理掉的垃圾，要赶在长安城苏醒之前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史书冷冰冰地写道：一日杀3子，但这5个字背后是3个温热生命的瞬间冷却，是一场父子之间最惨烈的决裂。我们无法想象，当白绫勒紧喉咙时，3位皇子心中涌起的是对死亡的恐惧，还是对那位高高在上的父亲的绝望。这不是一场宫廷政变的失败，这是人性底线的崩塌。在这个清晨，大唐的盛世裂开了一道无法弥补的伤口。你也许会问，究竟是多大的仇恨，能让一位父亲对亲生骨肉下如此狠手，连审判的过场都懒得走？是一时冲动，被枕边风吹昏了头脑，还是这其实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来自帝王本能的政治清除？要解开这个谜题，我们不能停留在开元25年的血色清晨，我们需要把时间的焦距拉远，去看看那个坐在龙椅上的男人，被后世称为唐玄宗的李隆基。在我们的印象里，他是开元盛世的缔造者，是精通音律、极具浪漫情怀的风流天子。但请不要忘了，在他成为这些角色之前，他首先是一个幸存者，一个在血泊中爬出来的政治动物。他的童年是在武则天的阴影下度过的，他亲眼见过无数皇亲国戚因为一句话、一个眼神就身首异处。这种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像慢性毒药，伴随了他一生，哪怕在拥有了4海之后，依然无法解毒。对他来说，皇宫从来不是温暖的家，而是一个充满陷阱和暗箭的斗兽场。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敌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子，一旦展现出某种让他感到威胁的力量，那种刻在基因里的防御机制就会瞬间启动。当我们在谈论这起惨案时，不要只盯着后来被千夫所指的女人武惠妃，她或许只是递刀的人，真正握刀的那只手，属于那个高坐在大明宫含元殿上，俯瞰天下，却始终无法安睡的帝王。现在的长安城还沉浸在初夏的微风中，百姓们还在讨论着昨晚平康坊新来的舞姬，他们不知道，
就在一墙之隔的深宫里，大唐帝国的命运齿轮已经发生了一次剧烈的错位。那种错位发出的声响虽细微，却足以震断这个王朝延续了100多年的上升气运，让我们逆着时光的洪流飞回到几十年前，那个充满了血腥与阴谋的武周时代。那是一个女人统治天下的时代，也是李家男人们活得最憋屈、最没有尊严的至暗时刻。请想象一下，一个只有7、8岁的孩子，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向父母请安，而是确认自己还能不能活过今天。这个孩子就是幼年的李隆基，他生活在东都洛阳的深宫里，那里没有长安城的开阔与豪迈，只有层层叠叠的宫墙和无处不在的眼线。他的祖母武则天像一尊巨大的神像，压在所有人头顶。祖母的眼神永远是冰冷而审视的，仿佛在看一件件待价而沽的器物。他亲眼见过自己的伯父叔叔们像割韭菜一样被一茬茬的杀掉，连他的父亲李旦，那个性格懦弱的老好人，也几次被推到了悬崖边上，差点丢了性命。这种极端的生存环境像高压锅，彻底改变了李隆基的心理结构。他学会了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学会了在脸上挂着天真无邪的笑容，心里却在飞快地计算利弊得失。这种本事在皇家叫做得势，在普通人家叫做心理扭曲。我们不妨把镜头拉近，定格在某一次宫廷宴会上，那个坐在角落里的少年李隆基，周围是觥筹交错的权贵，舞台上是妖娆的歌舞，但他手里的酒杯始终端得稳稳的，眼神像鹰一样扫视全场。他在观察谁是祖母的新宠，谁又即将失势，谁是可以拉拢的盟友，谁又是必须提防的死敌。这种观察不是为了八卦，而是为了生存。正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恐惧训练中，李隆基形成了一种对权力的病态执着，因为他深知没有权力就意味着任人宰割。这种执着并没有随着武则天的退位而消失，反而在后来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时间来到了景隆4年，公元710年的夏天，一场决定大唐命运的风暴正在长安城上空酝酿。当时的皇帝是李隆基的伯父唐中宗李显，一个被强势的老婆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彻底架空的傀儡。韦皇后想做第2个武则天，安乐公主想做皇太女。这2个疯狂的女人把朝堂搞得乌烟瘴气，而李隆基此时已经是临淄王，他躲在暗处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像一只等待猎物露出破绽的猎豹。那个著名的雨夜唐隆政变的前夜，长安城的空气湿润的能拧出水来，每一滴雨水里都藏着杀机。李隆基站在禁军的营帐里，身上穿着冰冷的铁甲，面前是几百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死士。请注视这个时刻的李隆基，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恐惧，只有一种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狂热。他知道，今晚只要跨出这一步，要么成为万万人之上的主宰，要么成为乱葬岗上的一具无名尸体。但他没得选，因为韦皇后的刀已经磨好了。如果不先下手为强，等待他的就是全家灭门。当冲锋的号角吹响，当宫门被撞开，当刀剑刺入人体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李隆基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那是掌握生死的快感，是把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人踩在脚下的快感，是终于不用再看别人脸色活着的释放。他提着还在滴血的剑，一步步走上那个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台阶，看着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伪党成员跪地求饶。那一刻，那个在洛阳深宫里瑟瑟发抖的少年死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冷酷、果断甚至残忍的政治家。然而，历史是一个充满恶趣味的编剧，他在给你一件礼物的同时，
往往会在暗中标好昂贵的价格。这场政变的胜利让李隆基登上了权力巅峰，但也给他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心理创伤。这种创伤叫做政变 PTSD， 对任何可能威胁皇位的人和事都会产生过激反应。因为他靠政变上台，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皇宫的墙是不隔音的，禁军的忠诚是靠不住的。哪怕是坐在龙椅上，他也总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就像当年他盯着韦皇后一样。这种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转移到了那个离皇位最近的人身上，那就是太子。在中国的皇权逻辑里，太子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存在。他是皇帝的儿子，也是皇帝最大的竞争对手。他是国家的储君，意味着只要皇帝一死，他就能立刻接班。这种天然的替代性让父子关系变得极其微妙。对于普通人家来说，儿子长大了能当家做主，父亲会感到欣慰；但在皇家，儿子长大了，翅膀硬了，手里有了自己的势力，父亲感到的首先是威胁，是权力被稀释。特别是对于李隆基这样一位强势的君主来说，他习惯了钱纲独断，习惯了所有人都围着他的意志转。当他看到太子李英站在朝堂上接受百官朝拜，听到大臣们称赞太子仁德的时候，他心里是什么滋味？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优秀的继承人，而是一个正在等待自己衰老、等待自己死亡的觊觎者。这种心理在开元20多年里慢慢发酵，像霉菌一样爬满了这对父子原本就不多的温情空间。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开元25年的李隆基。此时的他已经年过50，鬓角染上了风霜。在这个年纪，大多数人开始感受到身体机能的下降，精力不如从前，记忆力开始衰退，而这种生理上的衰老会加剧心理上的不安全感，让他变得更加多疑、敏感、喜怒无常。他看着正值壮年的太子李英，看着那个和年轻时的自己有几分神似的儿子，心中涌起的不仅仅是父爱，更有一种深深的嫉妒，嫉妒儿子的青春，嫉妒儿子拥有的未来，而他的未来只剩下正在倒计时的寿命。这种复杂的心理像一堆干柴，只需要一点点火星就能燃起一场烧毁一切的大火。而那个拿着火把的人，此时正躲在暗处，用一种温柔的让人骨头酥软的声音在他耳边吹风。那个人就是武惠妃。但在此刻，我们必须先理解李隆基这种心理土壤的肥沃程度。如果李隆基是一个内心强大、充满安全感的父亲，那么无论武惠妃怎么挑拨，都不可能让他对亲生儿子下毒手。正是因为他心里本来就有鬼，本来就对太子充满了猜忌，武惠妃的话才能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某个深夜的御书房里，烛火摇曳，李隆基独自批阅着奏折，突然窗外传来了一声夜宵的啼叫。这种不祥的声音让他猛地抬起头，手里的朱笔在纸上划出了一道红痕。那一瞬间，他脑海里闪过的画面，是不是当年的玄武门？是不是当年的神龙政变？是不是自己带兵杀入宫门的那个雨夜？他会不会觉得此时此刻就在不远处的东宫里，他的儿子也在策划着同样的事情，也在磨刀霍霍？这种想象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他会把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放大成谋反的证据。太子的一次迟到，一次宴会上的眼神交流，甚至是一次生病请安，都会被解读成别有用心的试探。这就是李家男人的宿命，他们一生都在权力的迷宫里打转，哪怕是至亲骨肉，也无法在这个迷宫里牵手同行。因为这个迷宫的设计规则就是排他性的，只有一个出口，只能有一个人活着走出去，其他人都
都是垫脚石。李隆基深知这个规则，因为他自己就是踩着无数人的尸骨走出来的，所以他绝对不允许自己成为别人的垫脚石，哪怕那个人是他的儿子，哪怕那个人是他曾经寄予厚望的储君。在皇位面前，一切温情都必须让路。这就是为什么当那个指控太子谋反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怀疑，而是深信不疑，因为他潜意识里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等待那个靴子终于落地的声音，好让他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动手。这是一种多么悲哀的父子关系。父亲等着儿子造反，儿子怕父亲猜忌，两个人在相互防备中耗尽了亲情。我们现在看李隆基，可能会觉得他冷血残忍，连禽兽都不如。但如果我们站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里，站在他那个充满了血腥回忆的大脑里，或许能看到一点别的东西。那是一种深深的无助。一个被巨大权力机器绑架了的人，在面对生存威胁时的本能应激反应，他就像一只受了伤的老虎，趴在自己的领地里，对着任何敢于靠近的生物露出獠牙，哪怕那是他的幼崽。这种恐惧让他失去了理智，让他忘记了作为父亲的责任，只剩下了作为皇帝的本能。而在大唐那个特殊的政治生态里，这种本能被无限放大了，因为周围有太多人希望看到父子相残的戏码，那些隐藏在暗处的野心家，那些渴望重新洗牌的投机分子，都在等着这场悲剧的上演，好从中渔利。李隆基以为自己在掌控全局，以为自己在清除威胁，殊不知他也是别人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他被自己的恐惧利用了，被身边的小人利用了，最终亲手毁掉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盛世幻象。如果说李隆基的恐惧来自于童年的阴影，那么有一个女人，她本身就是那道阴影最妖艳的回响。在开元盛世的后宫版图里，武惠妃是一个绝对无法绕开的坐标。她像一株带刺的野玫瑰，疯狂生长在权力的夹缝中。要读懂这个女人，首先要剥离掉那些历史书赋予她的妖妃标签，去看一看她那张真实的写满了求生欲的脸。她的名字叫武洛衡，一个听起来充满了诗意，却又暗示着坠落的名字。正如她那跌宕起伏的前半生，她是女皇武则天的侄孙女，流着那个被李唐皇室视为洪水猛兽的家族的血液，这注定她一出生就背负着原罪。当武周王朝的大厦轰然倒塌，当他的族人像过街老鼠一样被清算屠杀时，年幼的他被扔进了掖庭，那是皇宫里的贫民窟，是专门关押罪犯家属的地方。那里没有锦衣玉食，只有做不完的苦役和受不尽的白眼。请想象一下，一个曾经的金枝玉叶突然跌落泥潭，在那些粗鄙的宫女和太监的辱骂声中艰难长大。这种巨大的落差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也让他学会了大唐后宫最重要的一课：忍耐与伪装。他站在最肮脏的角落里，却开出了最艳丽的花。他知道自己的美貌是唯一的翻盘筹码，是他逃离地狱的通行证。当他终于凭借着惊人的美貌和手段重新站到李隆基面前时，他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有一种来自于地狱归来者的坚韧与狠绝。那种气质，是那些从小养尊处优的良家女子所不具备的。李隆基为什么会迷恋她？仅仅是因为她漂亮吗？当然不是。后宫里最不缺的就是漂亮的皮囊。他迷恋她，是因为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个同样在武则天的阴影下瑟瑟发抖，靠着装傻充愣活下来的自己。他们是两个有着相似创伤的灵魂，在冰冷的皇宫里抱团取暖。武惠妃懂李隆基的每一个眼神，懂他深夜失眠时的焦虑，懂他对太子日益增长的猜忌，
她不像之前的王皇后那样端着架子，满口仁义道德，也不像其他妃嫔那样只知道争风吃醋，她更像一个精明的心理按摩师，总能在李隆基最脆弱的时候，精准地触碰到他内心最隐秘的痛点。我们可以把他比作一个在顶级大公司里背负着严重历史污点的高管，他拼命想要洗白自己，想要爬到最高层，但他的出身决定了，无论他怎么努力，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后。这是朝廷大臣们的底线，因为只要提到武这个姓氏，那些老臣们的神经就会紧绷，他们害怕那个女人统治的噩梦再次重演。这种天花板的存在，让武惠妃产生了一种深不见底的焦虑。她知道自己的荣华富贵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旦李隆基不在了，一旦那个和他毫无血缘关系的太子理应登基，等待他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为了生存，为了给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挣一条活路，他必须主动出击，必须把那个挡路的太子拉下马。这不是什么女人的嫉妒心在作祟，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是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零和博弈。于是他开始了一场漫长而精密的布局，像一只耐心的蜘蛛，一点一点地编织着困死太子的罗网。他很聪明，从来不在李隆基面前直接说太子的坏话，因为他知道那样会显得自己很刻薄，反而会引起皇帝的反感。他选择了一种更高级的策略，温柔的陷害。他总是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看似在关心太子，实则在给皇帝上眼药，让我们潜入某个深夜的兴庆宫。那是李隆基晚年最喜欢居住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龙脑香的清冷气息。武惠妃穿着一身轻薄如雾的纱衣，跪坐在李隆基的脚边，轻轻地替他捶着腿，眼神温柔的能滴出水来。他可能会叹一口气，然后欲言又止地看着皇帝，直到李隆基主动问他怎么了，他才小心翼翼地开口。他说，最近听到宫里有些风言风语，说太子和另外2个王爷走得很近，经常在东宫聚会，不知道在商量些什么。他会特意强调聚会这个词，因为他知道李隆基对结党营私这种事最敏感，那是触碰皇权底线的行为。然后他会马上找补一句，说太子仁孝，肯定是在讨论学问，或者是在为陛下祈福，让陛下千万不要多心。你看，这就是语言的艺术。他明明把怀疑的种子种下去了，却还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显得特别懂事。这种枕边风吹1次2次可能没用，但如果吹上10年8年，哪怕是圣人也会被吹得晕头转向。更何况李隆基本来就不是什么圣人，他是一个多疑的独裁者，这种暗示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致命的毒药。武惠妃就像一个高明的画家，她在李隆基那张本来就涂满了猜忌的心理画布上又添了几笔阴森的色彩。她慢慢地把太子理应描绘成了一个急不可耐，想要抢班夺权的逆子，把另外2个王爷描绘成了太子的帮凶，而他的儿子李妃则被塑造成那个唯一真心爱戴父亲、毫无野心的乖宝宝，是皇帝晚年唯一的慰藉。这种对比是残酷的，也是有效的。他慢慢腐蚀了李隆基最后的理智，让他看太子的眼神越来越冷。但武惠妃并不满足于此，她知道光靠嘴皮子是杀不死人的，她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把柄，一个能让太子万劫不复的罪证。此时的朝堂上也发生着剧烈的化学反应，那个叫李林甫的宰相嗅到了后宫风向的变化，主动凑了上来。这2个人一拍即合，组成了一个大唐历史上最可怕的政治联盟。一个是皇帝的枕边人，一个是皇帝的长喜人，他们在前朝和后宫同时发力。在前朝，李林甫不断排挤太子的支持者，制造太子失德的舆论；在后宫，武惠妃加大了对李隆基的情感攻势，
甚至开始利用迷信手段，说自己经常做噩梦，梦见太子要杀他。这种双管齐下的压力，让原本就岌岌可危的父子关系彻底崩塌，把所有人都推向了那个不可挽回的深渊。我们很难说武惠妃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过犹豫，毕竟太子也是看着长大的，毕竟那也是3条鲜活的人命。但在那个权力的斗兽场里，同情心是最廉价也最无用的东西，它一旦停下来，就会被身后的万丈深渊吞噬。他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哪怕前面是千古骂名，他也必须把这条路走到黑。我们看武惠妃，不能只看她的狠毒，还要看她的悲哀。她其实也是一个被皇权异化的牺牲品，她一生都在试图摆脱那个武家女的标签，试图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帝国最高贵的位置。但她越是挣扎，那个标签就贴得越紧，他越是想要抓住权力，权力就越是像流沙一样从指缝里溜走。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内心深处其实是极度恐惧的。他害怕报应，害怕鬼神，害怕有一天真相大白，所以他变得越来越神经质，越来越依赖那些巫蛊之术，试图用超自然的力量来填补内心的空虚。这种疯狂的状态其实也感染了李隆基，让他觉得整个皇宫都充满了阴谋诡计，只有眼前的这个女人是真实的。这2个疯子在权力的巅峰上跳着一支危险的探戈，每一步都踩在别人的尸骨上，却以为自己在跳向幸福的彼岸。现在的武惠妃已经站在了她权力的顶峰，后宫无主，她就是实际上的皇后，甚至比当年的王皇后还要风光。但她依然不满足，因为太子的位置还没空出来，他的儿子还没穿上那件杏黄色的储君袍服。他的目光穿过了重重宫墙，死死地盯着东宫的方向，那眼神里既有野兽捕猎时的凶残，也有一种困兽犹斗的绝望。他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可以一击必杀的机会，哪怕这个机会需要他付出灵魂的代价，他也在所不惜。而那个机会终于在开元25年的那个春天，像一颗熟透了的毒苹果，掉进了他的怀里。那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一个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利用了父子亲情作为诱饵的致命陷阱。如果说武惠妃是一团在暗夜里肆意燃烧的野火，那么太子理应就是一块温润如玉的凉菜。在长安城的百姓口中，这位太子殿下简直就是完美储君的代名词，符合儒家经典里对未来君主的所有想象。他长相英俊，继承了李家男人的好皮囊，性格又不像他父亲那样张扬，反而透着一种读书人的沉稳与内敛。请把目光投向东方的那间书房，那个时候的李英正端坐在堆满简牍的案几前，与当时的大儒们谈古论今。他的每一次公开露面，都像是一场精心排练的公关活动，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仁爱与谦逊，让万民为之倾倒。在那些渴望长治久安的老臣眼里，李英就是大唐未来的保险栓，是保证这个帝国在玄宗身后继续平稳运行的基石。然而，他们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用普通人的家庭伦理去套用了那个残酷的皇权逻辑。在皇宫这个只有集权没有亲情的真空环境里，完美这2个字往往不是护身符，而是一道催命符。对于一个刚刚登基的年轻皇帝来说，有一个优秀的太子是好事，那是国本稳固的象征。但对于像李隆基这样已经统治了20多年，对权力产生了极度病态依恋的老皇帝来说，完美的太子就是最大的噩梦。试想一下，当李隆基坐在高高的马车上巡视长安，听到夹道欢迎的人群里有人高呼太子千岁时，他心里会怎么想？他不会觉得这是百姓爱屋及乌，他会觉得这是那个年轻人正在抢夺属于他的光芒。
正在提前透支他的威望。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最开始可能只是像一根扎在肉里的小刺，不碰不疼，但时间久了就会化脓发炎。让我们把镜头切入开元24年的一次中秋家宴，那是一个月色如水的夜晚，皇家园林里桂花飘香。李隆基坐在主位上，手里端着西域进贡的夜光杯，眼神有些迷离地看着台下的儿孙们。这时候，太子李英带着2个弟弟鄂王李尧和光王李谦一起上前给父皇敬酒，祝父皇万寿无疆。这原本是一幅父慈子孝的天伦图，但如果你仔细观察李隆基的眼睛，你会发现那里没有笑意，只有审视。他看着李英挺拔的身姿，看着他那张因为年轻而毫无皱纹的脸，突然觉得自己手里的酒杯变得无比沉重。他在想，这个跪在他面前的年轻人，心里是不是在计算着他这个老头子还能活几年？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坐上那个位置？而李英作为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储君，他对这种情绪的感知也是极其敏锐的。他感觉到了头顶那道目光的寒意，他端着酒杯的手微微停顿了一下，不敢抬头，只能把头埋得更低，试图用这种卑微的姿态来消除父亲的戒心。但在那一刻，父子之间的信任纽带其实已经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猎人与猎物之间的紧张对峙。李英最大的悲剧在于，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他的优秀就是一种挑衅。更糟糕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边聚集了另外2个同样优秀的兄弟鄂王和光王。这3位皇子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深厚，经常聚在一起饮酒赋诗，或许只是单纯的兄弟聚会，但在李隆基那个已经被武惠妃严重污染的视野里，这就不叫兄弟情深了，这叫结党，这叫宗室抱团。历史上凡是宗室抱团的时候，往往就是皇权最危险的时候。李隆基对这一点有着近乎神经质的敏感，而太子李英显然低估了这种敏感的杀伤力。他依然天真的以为，只要自己恪守孝道，不做违法乱纪的事，父亲终究会明白他的心。他不知道的是，一条毒蛇已经悄悄爬出了洞穴，正准备在他脖子上狠狠咬上一口，彻底阻断他的生机。这个人就是李林甫大唐历史上最著名的口蜜腹剑的宰相，也是把开元盛世推向深渊的关键推手。如果说武惠妃是后宫里的鬼魅，那么李林甫就是前朝里的恶魔。这2个人的联手，简直就是地狱级别的政治灾难。李林甫这个人长得并不凶恶，相反，他看起来像个慈眉善目的长者，说话慢条斯理，见人总是带着3分笑，但在这副和善的面具下，藏着一颗比任何人都阴暗的心。他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投机分子，没有底线，只有利益。他敏锐地嗅到了皇帝对太子的厌恶，也看准了武惠妃想要上位的野心。于是他决定做那个穿针引线的人。他开始在朝堂上有意无意地制造太子的负面新闻。今天说东宫的用度超支了，明天说太子身边的幕僚不守规矩。这些小报告像雨点一样打在李隆基的心头，让他对太子的不满从心理层面上升到了政治层面。更可怕的是，李林甫切断了太子和朝臣们的正常联系。他在宫里布满了眼线，谁敢替太子说话，谁就会莫名其妙的倒霉。慢慢的，东宫变成了一座孤岛，大臣们为了自保，开始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太子，生怕沾上一星半点的晦气。李英坐在空荡荡的书房里，看着窗外日益萧瑟的秋风，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恐惧。他想去向父皇解释，想去证明自己的清白，但他发现那扇通往父皇内心的门
已经被彻底锁死，钥匙被扔进了深渊，他只能和2个弟弟抱团取暖，在一次醉酒后的发泄中，说一些大逆不道的牢骚话，骂那个被妖妃迷惑的昏君。他们以为这些话只会在兄弟之间流传，却不知道隔墙有耳，每一句牢骚都被有心人记录在案，变成了呈堂证供。这种绝望的处境，就像一个溺水的人，越是挣扎，缠在脚上的水草就越紧，直到耗尽最后一点氧气。我们站在上帝视角看这一幕，会觉得无比憋屈。明明是一个好人，明明有大好的前程，却被一步步逼到了死角。但在权力的游戏里，从来不看好坏，只看强弱，只看谁更狠，谁更没有底线。而李英显然不是那个狠角色，他太干净了，干净得像一张白纸，而他的对手们全是在磨缸里泡大的老油条。这场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李林甫坐在他的宰相府里，手里把玩着一只玉蝉，嘴角挂着那抹标志性的微笑，看着东宫的方向。他在等一个时机，一个可以将这3位皇子一网打尽的时机，不需要太复杂，只需要利用他们的孝心和恐惧。他和武惠妃交换了一个眼神，那个眼神穿越了宫墙，在长安城的上空交汇成一道无形的闪电。那张名为构陷的大网已经编织完成，每一个绳结上都涂满了剧毒，只等着猎物自己撞上来。此时的李英还在为如何挽回父皇的心而苦恼，他甚至还在想着，如果自己表现得再谦卑一点，是不是就能缓解危机？这种天真在政治斗争中是致命的。他忘记了，当父亲决定要杀儿子的时候，儿子做得再好也是错。开元25年的风越来越冷了，吹得人骨头缝里都发凉。那不仅仅是自然界的寒流，更是来自人性深处的恶意。长安城的百姓们还在为即将到来的节日做准备，他们不知道，就在那个看起来依然庄严神圣的皇宫里，一场针对帝国未来的谋杀正在进入倒计时。3个年轻的生命即将成为权力祭坛上的牺牲品。夜色像一块吸饱了墨汁的厚重幕布，沉甸甸地压在长安城上空，让人感到一种生理性的呼吸困难。这不再是那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唐朝月夜，而是一张精心编织的巨大捕兽网，正在悄无声息地收紧它的边缘。开元25年的那个夜晚，东宫的灯火显得格外昏黄，仿佛连烛光都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血腥气。太子李英正焦灼地在书房里来回踱步，脚下的木地板发出沉闷的声响，每一步都像踩在他紧绷的神经上。这段时间以来，宫里的气氛诡异到了极点。父皇已经很久没有召见他了，连平日里的请安都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这种被权力中心彻底屏蔽的感觉，对于一个储君来说，比直接的责骂还要可怕，因为那意味着一种无声的放逐。就在李英的心情快要跌入谷底的时候，一个看似救命稻草，实则是催命符的消息突然撞破了东宫的大门。一名面色苍白的小宦官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身上还带着深夜露水的寒气，扑通一声跪倒在太子脚下。他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惧而颤抖，断断续续地喊道：“太子殿下，不好了，宫里进了刺客，陛下有危险。”这句话像一道惊雷，瞬间炸响在李英耳边，把他之前的那些政治考量，那些小心翼翼的猜忌，全部炸得粉碎。那个宦官继续哭诉说，那贼人凶悍异常，禁军一时间抵挡不住。娘娘特意命奴婢来请3位殿下速速带兵护驾，请注意，这个细节是娘娘命他来的，而不是皇帝的圣旨。但在那个混乱的瞬间，李英已经来不及思考这个漏洞了。他的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父亲有危险。那个虽然对他冷淡，虽然猜忌他，
但依然是他父亲的人正在遭遇不测。这种本能的孝心是理应人性中最闪光的地方，但在此刻却成了他致命的软肋，被敌人利用得淋漓尽致。李应立刻叫来了正住在偏殿的2个弟弟恶王李尧和光王李空，把这天大的消息告诉了他们。年轻气盛的李尧一听就炸了，拔出挂在墙上的宝剑，大吼着要冲进宫去救父皇，要把那些刺客碎尸万段。稍微沉稳一点的李却迟疑了一下，他拉住大哥的袖子，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安，问：这会不会是个圈套？毕竟宫里禁军成千上万，怎么可能连几个刺客都挡不住？非要让他们这几个并没有多少实战经验的皇子去救？这原本是一个极其理性的怀疑。如果他们此时停下来，派人去宫门口打探一下，也许历史就会改写。但那个报信的宦官却在这个时候重重地磕了一个头，额头撞在地上全是血，哭喊着说：迟了就来不及了。这带着血的哭喊成了压垮理应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咬了咬牙，做出了那个让他后悔终生的决定。他说：身为人子，听到父亲有难，却因为害怕圈套而裹足不前，那是不孝，哪怕是死，我们也得去看看。于是3位皇子做了一件在政治上极其幼稚，但在情感上极其悲壮的事情。他们打开了尘封已久的武库，请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3个平日里吟诗作对的贵族青年，笨拙地互相帮助，穿上那沉重的铁甲。那冰冷的甲片贴在身上，没有给他们带来丝毫的安全感，反而像一具具沉重的枷锁，锁住了他们的身体。他们甚至来不及调动太多的卫队，只带了身边最亲近的几百名家将，就匆匆忙忙地骑上马，冲进了茫茫夜色。马蹄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像一阵急促的战鼓，敲打着每一个人的耳膜，也惊醒了沉睡的长安城。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冲出东宫的那一刻，一双躲在暗处的眼睛正露出了狰狞的笑容。那是李林甫的眼线，这一路畅通无阻，得让人心惊。平日里盘查森严的坊门，今晚却像是特意为他们敞开的一样，守卫们都不见了踪影。这种反常的顺利，并没有让救父心切的李应感到庆幸，反而让他心里的不安感像野草一样疯狂滋生。他骑在马上，风呼啸着灌进他的领口，他感觉自己正骑着马冲向一个巨大的张着血盆大口的怪兽。与此同时，在大明宫的深处，在那个可以看到整个长安城夜景的高楼上，唐玄宗李隆基正站在风中，他的身边站着那个导演了这一切的武惠妃。他此时不再是那个温柔的解语花，而是一个冷静的猎人。他紧紧地抓着李隆基的手臂，指着宫外那隐约可见的火光，声音颤抖地说：陛下，您看，他们真的来了。李隆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队骑兵正风驰电掣般向皇宫冲来，领头的3个人身穿明晃晃的铠甲，在月光的照耀下，那铠甲反射出的寒光像一根根毒刺，狠狠扎进了李隆基那原本就充满了恐惧的眼球。他没有看到儿子们脸上焦虑的表情，没有看到他们是为了救他而来的。他的大脑自动过滤了所有的温情信息，他只看到了铠甲，只看到了兵马，只看到了那3个正在逼近皇宫的全副武装的男人。那一瞬间，时间的齿轮仿佛发生了错位。李隆基看到的不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当年的自己。那是景隆4年的雨夜，他也是这样，穿着铠甲，带着兵马冲进了这座皇宫，杀死了韦皇后，夺取了政权。这种历史的镜像感让李隆基产生了一种剧烈的生理性恶心和恐惧。他觉得历史正在重演，报应来了。
他转过头，看着身边的武惠妃，眼中布满了红血丝，声音嘶哑地问：他们真的是来杀朕的吗？武惠妃此刻展现出了影后级别的演技，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捂着脸痛哭起来，身体瑟瑟发抖。她说：陛下，如果不是为了谋反，他们为什么要穿甲胄？为什么要带兵深夜入宫？这是死罪呀！这句话像一把封喉的利剑，彻底斩断了李隆基心中最后一丝侥幸。是啊，如果不反，穿甲做什么？在封建王朝的政治语境里，皇子私自穿甲带兵入宫，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其行为本身就是谋逆。李隆基的理智瞬间被怒火和恐惧吞噬，他猛地拍在栏杆上，咆哮道：朕还没死呢，这群逆子就等不及了吗？随着这一声怒吼，那个精心布置的陷阱终于合拢了。埋伏在宫门四周的禁军早就接到了死命令。当李英三兄弟带着满身大汗冲到宫门口，正准备高喊护驾的时候，迎接他们的不是感激的目光，而是无数支从黑暗中伸出来的冰冷箭矢，和无数把在火把下闪烁着寒光的长枪。那个领头的禁军统领，平日里见到太子都要下跪磕头的人，此刻却面无表情地站在高处，冷冷地看着他们。他说：太子殿下，鄂王殿下，光王殿下，陛下有旨，三王擅闯宫禁，意图谋反，立刻拿下。这几个字像一记记重锤，砸得李英头晕目眩。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谋反？谁谋反？他大声辩解说：我们是接到消息来救驾的，宫里不是有刺客吗？我们要见父皇，我们要见陛下。但他的声音在嘈杂的兵器撞击声中显得那么微弱，那么苍白，根本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解释。禁军们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将这几百名家将团团围住，刀剑相向，空气中弥漫着一触即发的火药味。李瑶和李七还想拔剑反抗，他们不能接受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哪怕是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但李英拦住了他们，他看着那些熟悉的禁军面孔，看着那个紧闭的宫门，突然明白了一切，根本就没有什么刺客，也没有什么危险，这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局，一个请君入瓮的死局。他手中的剑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像是某种信仰破碎的声音。他抬起头，看向那座高高耸立的城楼，虽然看不清上面的人，但他能感觉到那道熟悉的目光正在冷冷地注视着他。那目光里没有父爱，没有信任，只有一种看着死人的冷漠，那种冷漠比冬天的冰雪还要刺骨。李英惨笑了一声，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滴在那身并没有起到保护作用的铠甲上。他说：二弟，三弟，放下兵器吧，我们输了，不是输给了武艺，是输给了人心，输给了我们的父亲。李瑶和李昉看着大哥绝望的眼神，终于也放弃了抵抗，任由那些粗鲁的士兵冲上来，将他们按倒在尘埃里。他们被五花大绑，像是对待最危险的战俘一样，被拖进了那个他们曾经无数次出入的皇宫。此时的皇宫不再是他们长大的家，而是一座巨大的吞噬机器，张开黑洞洞的大口，准备咀嚼他们的血肉。这一幕发生得太快了，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从接到消息到束手就擒，前后不过1个时辰。但这1个时辰彻底改变了大唐的历史走向，也彻底摧毁了李唐皇室仅存的一点家庭温情。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着这3个被命运玩弄的年轻人，心中涌起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们做错了什么呢？他们唯一的错就是太相信亲情，太相信那个不仅是皇帝，更是父亲的男人。
他们以为只要心怀坦荡，就能感动上苍，却忘了，在权力的游戏里，坦荡往往是死得最快的特质。当他们被押解着走过长长的甬道时，两旁的宫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像极了三个游荡的孤魂。他们不知道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也许是死，也许是比死更可怕的幽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个曾经意气风发、满怀理想的太子李英，那个在月下赋诗的恶王李尧，那个温文尔雅的光王李潜，已经死在这个夜晚了。活下来的只是三个被剥夺了名字、被剥夺了尊严、即将面临审判的政治犯，是皇权祭坛上最新的贡品。而在高楼之上，李隆基看着那一对被押走的犯人，紧绷的身体终于放松了下来，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打赢了一场仗，一场保卫皇位的关键战役。他成功的把潜在的威胁扼杀在了摇篮里。他转过身，抱住了身边的武惠妃，像个受了惊吓的孩子一样寻求安慰，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刚刚失去了什么。他失去的不仅仅是3个儿子，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点对他毫无保留的爱。从此以后，他真的成了孤家寡人。武惠妃伏在他的怀里，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那笑容里带着血腥味，也带着一种疯狂的满足。这朵野玫瑰终于用它的刺刺穿了阻碍它生长的屏障，但他不知道的是，这鲜血不仅会染红他的手，也会腐蚀他的根。夜风依然在吹，吹过空荡荡的宫门，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为这出刚刚落幕的荒诞剧配乐。长安城的百姓们还在睡梦中，完全不知道这一夜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大唐的天已经变了。这就是历史的残酷之处，它总是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时候，悄悄地转动它的道岔，把无数人的命运推向未知的深渊。那一夜的长安城，仿佛被死神的神力笼罩，连空气都凝固成了粘稠的血色，没有任何虫鸣鸟叫，只有禁军沉重甲胄的摩擦声在宫墙间回荡。3位皇子被关押在阴冷的掖庭深处，那里曾经是武惠妃受尽苦难的地方，如今却成了这3位天之骄子生命最后的倒计时空间。李英坐在冰冷潮湿的地上，身上那件曾让他感到沉重的铠甲已经被剥去，只剩下一身单薄的素衣，在阴风中瑟瑟发抖。他的眼神已经不再焦灼，反而呈现出一种死灰般的平静。那种平静里藏着透彻骨髓的绝望，因为他终于看清了父亲眼中的冰冷。恶王李尧还在拼命拍打着那扇厚重的铁门，他喊破了喉咙，喊着父皇的名字，喊着那一声声被遗忘的最纯粹的舐犊之情。光王李森则靠在墙角，一言不发。他紧紧闭着眼睛，泪水无声地滑落，打湿了胸口的衣襟。他在回忆那年春天，在园林里兄弟们的欢笑。这不仅仅是一次关押，这是一场无声的凌迟。每一分每一秒的等待，都是在一点点拨开他们内心对父爱最后的幻想与尊严。而在大明宫的深处，在那个金碧辉煌、点满了无数巨烛的寝殿里，李隆基正坐在龙椅上，面前是一张空白的素纸，他的手在微微颤抖，那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那是权力的贪婪，与人性最后的挣扎在激战。武惠妃跪在他的身旁，替他磨着墨，那双纤细的手稳得可怕，眼神里透着一股志在必得的狠绝，仿佛在等待那最后的宣判。他轻声细语地在李隆基耳边说着什么，像是情人间的呢喃，又像是恶魔的低语，字字句句都在剖析着太子谋反的必然性。他说：“陛下，这不仅是为了您的安全，更是为了大唐的江山。如果今日不斩草除根，
明日这宫墙内便会血流成河。李隆基猛地抬起头，那双曾经锐利如鹰的眼睛此刻布满了红血丝。他在那一刻看到的不是3个儿子，而是3个即将取代他的魔鬼。这种长期的心理暗示终于将父子间最后的一丝血脉联系彻底切断。他颤抖着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那道改变命运的手谕。没有廷尉的公审，没有3司的会弦，没有给他们任何辩解的机会。这道甚至连印玺都没盖全的草稿，就成了他们的终极判决。手谕被送出去的那一刻，李隆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虚脱，他像是瞬间被抽干了全身的力气，瘫软在沉重的龙椅之上。这道手谕穿过深邃的甬道，穿过死寂的庭院，最终落到了耶廷令的手里。那是一个冷面无情的执行者，眼中只有命令。当那几条白绫被送进阴暗的囚室时，李英缓缓地站了起来。他看着那洁白发亮的绫子，仿佛看到了自己破碎的青春。他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发髻。在那一刻，他重新找回了身为储君的最后一点尊严。他对2个弟弟说：父皇既然不信我们，那我们便用这身血肉来证明清白，愿来生不再生在帝王家，只做寻常百姓。3位皇子在大唐帝国最繁华的时代，在这座他们从小长大的皇宫里，就这样在黑暗中结束了他们年轻的生命。白绫勒紧喉咙的那一刻，没有凄厉的惨叫，只有压抑的窒息声，和生命力在挣扎中最后一次剧烈的跳动。那些执行的宦官们面色惨白，他们亲手杀死了帝国的未来。那只握着白绫的手在剧烈的颤抖，仿佛被烫伤了一样。随着那3声沉闷的倒地声，耶廷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那3具温热的躯体迅速冷却，成了冰冷的历史注脚。而外面的天空开始泛起一丝鱼肚白。那是开元25年的清晨，阳光开始照进长安城，照亮了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但那阳光照不进耶廷的黑暗，照不进李隆基那颗已经彻底冰冷的心，更照不进大唐盛世背后那道巨大的裂痕。这一刻的血光，以最残暴、最决绝的方式，宣告了旧时代亲情的彻底终结。从此以后，大明宫里的君王再也没有了儿子，他只有臣子，只有提防，只有那个永远无法填满的权力黑洞。武惠妃此刻正端坐在她那极尽奢华的寝殿里，看着窗外盛开的牡丹花。她终于赢了。那个让她夜不能寐的太子理应死了，那2个总是和他作对的王爷也死了。通往皇后宝座的道路已经被彻底扫清。他看着镜子里那个依然美艳动人的自己，嘴角试图扬起一丝胜利的微笑，但笑容僵在脸上，怎么也舒展不开。因为他发现胜利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狂喜，反而带来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那种寒意比耶廷的冷风还要刺骨，那是赢家的诅咒。当你为了权力杀死了人性的那一刻，你就必须背负起那些亡灵的重量，在余生的每一个夜晚独自前行。起初，这种诅咒表现得并不明显，只是一些细微的神经质，比如他开始害怕黑暗，寝殿里的蜡烛必须彻夜长明，他开始讨厌红色的东西，那些鲜艳的绸缎，红色的漆器，甚至连宫女嘴唇上的胭脂，都会让他联想到那晚并没有流出却充斥脑海的鲜血。慢慢的，这种恐惧开始升级，演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幻觉。他总觉得在那重重帷幕后面有3双眼睛在死死地盯着他，那是李英、李瑶和李困的眼睛，不带一丝仇恨，只是空洞地悲凉地注视着他，仿佛在问他：娘娘，这下您满意了吗？每当夜深人静，风吹过垫脚的铜铃发出叮当声，在他听来，
那分明是3位皇子脚镣拖过地面的声音，一步一步逼近他的床榻。他开始尖叫，开始在深夜里惊醒，抓着守夜宫女的手，指着空无一人的角落，语无伦次地喊：他们来了，他们来索命了。李隆基最开始还试图安慰他，陪着他，但随着这种疯狂的频率越来越高，连这位皇帝也感到了深深的疲惫与厌倦。或者说，武惠妃的疯狂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李隆基内心深处不敢面对的愧疚。他看着这个疯女人，就像看着那个残忍的自己。他有意无意地疏远武惠妃，不再留宿在那充满了药味和神鬼之说的宫殿里，而是选择在兴庆宫的勤政楼上独自饮酒。这对曾经因为恐惧而抱团取暖的政治合伙人，在杀戮完成之后，终于因为更大的恐惧而分道扬镳。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武惠妃费尽心机除掉太子，是为了留住皇帝的宠爱，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铺路，结果却是他越是挣扎，皇帝离他越远，他越是想要抓住什么，手里剩下的就只有一把抓不住的流沙。他请来了无数的道士和和尚，在宫里做法事，贴满了黄色的符纸，把原本富丽堂皇的宫殿搞得像个阴森的灵堂。但这世上哪有什么厉鬼索命？真正索命的是他自己内心那道过不去的坎，是他透支了所有运气后必须偿还的利息。不到1年的时间，这朵曾经在后宫呼风唤雨的野玫瑰，就这样在惊恐与癫狂中迅速枯萎。他的眼神失去了光彩，头发大把大把的脱落。在开元25年的冬天，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武惠妃，终于在一次剧烈的惊吓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她死的时候，眼睛瞪得大大的，死死地盯着虚空中的某一点，脸上的表情扭曲而狰狞，仿佛在最后一刻还在和那些看不见的影子搏斗。她只有38岁，正是女人最成熟妩媚的年纪，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一个被权力吞噬的祭品。随着她的死，那场关于夺嫡的大戏落下了帷幕。但最荒诞的一幕才刚刚开始上演，那是历史给所有野心家的一记响亮耳光。武惠妃生前拼了命也要扶持的儿子寿王李妃，最终并没有如他所愿坐上太子之位。因为李隆基虽然老了，但他还没糊涂。他看透了武惠妃的疯狂，也看透了这场夺嫡背后的血腥逻辑。他害怕了，他害怕如果立了李妃，会让世人觉得他杀那3个儿子，就是为了给这个小儿子腾位置，那是对他帝王名誉的玷污。更重要的是，他对所有成年的儿子都产生了应激反应。他不想再立一个背后有强大母族势力支持的太子来威胁自己。于是在朝臣们的建议下，也是出于一种微妙的平衡术，李隆基选择了一个毫无存在感的皇子，后来的唐肃宗李亨。李亨是谁？他是宫里一个普通嫔妃生的孩子，性格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在兄弟中毫不起眼。但正是这种不起眼，救了他的命，也让他意外地捡到了这个带着血的皇冠，成为了这场残酷淘汰赛的最终幸存者。你想想，武惠妃如果在天有灵，看到这一幕会是什么心情？她机关算尽，手染鲜血，最后却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这不仅仅是她的失败，更是整个权力逻辑的荒谬。在这个系统里，努力往往是徒劳的，运气和隐忍才是活下来的关键。武惠妃死了，那3位皇子也死了，长安城的皇宫突然变得空荡荡的，少了一种生机，多了一种瘴气。李隆基独自坐在那张巨大的龙椅上，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身边已经没有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人了。王皇后走了，赵丽妃走了，武惠妃也走了，那些陪伴她度过青年、中年时光的女人，一个个都成了回忆里的名字。
而他的儿女们死的死，怕的怕，见到他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连大气都不敢出，更别提什么天伦之乐。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像潮水一样淹没了他，那是站在世界顶峰，却发现四周是万丈深渊的孤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心理防线最脆弱、最空虚的时刻，命运的齿轮又转动了一下，把另一个女人推到了台前。那个女人叫杨玉环，此时她还是寿王李妃的王妃，也就是武惠妃的儿媳妇。这是多么伦理错乱的关系！但在那个失去了所有色彩的晚年，李隆基眼里，杨玉环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是一颗鲜活的、跳动的生命火种。她精通音律，善解人意，身上带着一种盛唐特有的风干与自信，完全不同于武惠妃那种阴郁的、充满了算计的美。李隆基看着她，就像在沙漠里快渴死的人看到了一汪清泉，他几乎是本能的想要抓住这最后的青春尾巴。于是，大唐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那一页不再写着开元盛世的励志与勤勉，而是写着天宝风流的奢靡与荒唐。百姓们还不知道，那个英明神武的圣人天子已经死了，死在了沙子的那个清晨，死在了武惠妃去世的那个冬天。现在坐在皇位上的只是一个贪图享乐、沉溺于艺术和爱情的老人，他在用一场盛大的狂欢来麻痹自己的神经。他把政务交给了那个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自己则躲进了长生殿，去追寻那种虚无缥缈的神仙眷侣生活。朝堂上的风气变了，那些正直的大臣被排挤、被杀害，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只会溜须拍马的弄臣。边疆的战鼓声越来越急，那个叫安禄山的胡人胖子正在北方厉兵秣马，露出了贪婪的獠牙，但这一切都被掩盖在了霓裳羽衣曲的华丽旋律之下，被掩盖在了那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浪漫传说之中。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场一日杀三子的悲剧，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硬生生的把唐朝劈成了两半。前半段是昂扬向上的，是父慈子孝的表象，是万国来朝的荣耀；后半段则是急转直下的，是父子相残的诅咒，是山河破碎的序曲。那三位皇子的血并没有白流，他们变成了滋养罪恶的养料，催生出了李林甫的专权，催生出了安史之乱的浩劫。如果理应不死，如果大唐能有一个正常的权力交接，也许后来的马嵬坡之变就不会发生，也许盛唐的光芒能延续得更久。但历史没有如果，它只有冰冷的结果，只有那些在暗夜里发出的无奈叹息和那些被风吹散的尘埃。时间是一条最无情的河流，它从不为谁的悲伤停留，只是一刻不停地冲刷着那些金色的记忆，直到露出灰白的底色。当开元25年的那场血腥杀戮被岁月的尘埃掩埋后，大唐的历史车轮并没有因此而走得更稳，反而加速冲向了悬崖。我们把镜头快进，掠过那些天宝年间的纸醉金迷，掠过那些霓裳羽衣的虚幻繁华，直接切入那个天崩地裂的时刻。那是天宝14载的冬天，安禄山的铁骑踏破了渔阳的战鼓，惊醒了长生殿里那场做了很久的迷梦。那个曾经英明神武，以为自己掌控了一切的唐玄宗，在这个冬天仓皇出逃，像个丧家之犬一样离开了他的长安。请大家注视着那条通往蜀地的漫长山路，阴雨连绵，旌旗歪斜。曾经万国来朝的帝王仪仗，此刻只剩下了狼狈与恐慌。当队伍行进到马嵬坡这个并不起眼的小驿站时，历史再次展现了他那惊人的、充满了恶趣味的对称性。愤怒的禁军哗变了，他杀死了那个权倾朝野的宰相杨国忠，
然后把刀尖对准了皇帝最宠爱的女人杨玉环。这是一场似曾相识的逼宫，就像几十年前那个雨夜，李隆基带兵逼宫为皇后一样。现在轮到他的士兵来逼他了。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这句诗我们背得滚瓜烂熟，但如果你仔细去听，你会听到一种来自因果律的嘲笑。当高力士把那条白绫递到杨玉环手里的时候，坐在行宫破旧椅子上的李隆基脑海里是否闪回了那个开元25年的清晨？那时候他也送出了3条白绫，送给了他3个亲生儿子。那时候他是为了保住皇位，为了清除潜在的威胁，而现在命运把这个选择题原封不动地抛回给了他。是要江山，还是要美人？是要自己的老命，还是要挚爱的性命？李隆基再次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他选择了自己，选择了那个摇摇欲坠的皇权，牺牲了那个他说过要生生世世在一起的女人。这种残酷的自私，并不是老年的糊涂，而是刻在他骨子里的本能，是他作为政治动物的生存底色。只有在这个时刻，我们才能看清一日杀3子的真正逻辑。那不是一时冲动，那就是他李隆基的人生哲学。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但是命运并没有因为他的第2次牺牲而放过他，相反，这才是对他真正惩罚的开始。就在他逃亡蜀地的同时，那个他当年因为毫不起眼而留下的儿子，那个唯唯诺诺的太子李亨，在05自立为帝了。这一招遥尊为太上皇，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政治反杀。李隆基防了一辈子的儿子夺权，杀了自己的3个优秀儿子来杜绝后患，结果最后还是被儿子夺了权，而且是在他最无助、最狼狈、最需要亲情支撑的时候，被狠狠地踢下了神坛。这是一种多么辛辣的讽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他用杀戮换来的安全感，最终变成了一座囚禁他的牢笼。当安史之乱的硝烟散去，当73岁的李隆基重新回到长安城时，他已经不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是一个高级囚徒。他住进了曾经最喜欢的兴庆宫，但那里已经不再是权力的中心，而是变成了一座充满了回忆与鬼魂的空城。现在的长安城，经过战火的洗礼，虽然表面上恢复了平静，但那些残垣断壁依然在诉说着那场浩劫的惨烈。李隆基每天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扶着栏杆登上那座长庆楼，在那上面呆呆地看着下面熙熙攘攘的街道。他听着远处传来的市井喧嚣，看着百姓们为了生计奔波，那种人间烟火气离他那么近，却又离他那么远。他的身边已经没有了那个温柔解语的武惠妃，没有了那个才华横溢的杨玉环，更没有了那3个曾经叫他父皇的年轻皇子。只有几个老迈的宦官像影子一样陪着他，在秋风中瑟瑟发抖，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敢说。有时候他会听到宫墙外传来新皇帝李亨的仪仗声，那一声声万岁的欢呼曾经只属于他，现在却成了刺痛他耳膜的利刃。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当秋雨敲打着窗外的梧桐叶，发出点点滴滴的凄凉声响时，这位太上皇在想些什么呢？他会不会想起那个开元盛世的顶峰，想起那3个穿着铠甲、满脸焦急，想要冲进来救他的傻儿子？如果那时候他哪怕多给一点点信任，多给一点点耐心，没有听信武惠妃的谗言，没有让李林甫得逞，那么现在的他是不是可以含饴弄孙？是不是可以在儿孙的簇拥下安度晚年，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活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符号？可惜历史没有后悔药，权力一旦沾了血，就永远洗不干净。它会像毒瘾一样吞噬掉一个人所有的情感与人性。
李隆基的一生是从杀戮开始的，也是在杀戮的阴影中结束的。他为了权力杀死了所有的亲情，最后被权力彻底抛弃。这就是孤家寡人这4个字最真实的注解，不是荣耀，而是诅咒。是站在寒风凛冽的山顶，发现四周空无一人的绝望。我们回顾这个故事，从那个血色的清晨开始，到这个凄凉的雨夜结束，跨越了大唐最辉煌也最动荡的几10年。这不仅仅是一段宫廷秘史，更是一次对人性深渊的凝视。它让我们看到了，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人可以变得多么渺小，多么扭曲。李隆基不是一个天生的魔鬼，他也曾是那个在潞州豪情万丈的少年，也曾是那个励精图治的英主。但当他坐上那个位置，当他把所有人都当成假想敌的时候，他就注定要走上一条众叛亲离的不归路。那一日杀掉的3子，不仅仅是3条生命，更是大唐盛世的一场献祭，祭奠了那个再也回不去的纯真年代。如今1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大明宫的辉煌早已化作了遗址公园里的几块夯土。当我们站在龙首原上，眺望那片曾经发生过无数悲欢离合的土地时，或许能感受到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叹息。那些权谋算计，那些爱恨情仇，那些为了皇位而流的鲜血，最终都变成了书页上几行冰冷的文字，供后人凭吊。但今晚，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故事空间里，我想请大家记住的，不仅仅是那些冷冰冰的政治逻辑，而是那3个年轻人在生命最后一刻的绝望，是那位老皇帝在长生殿里独自面对烛火时的悔恨。愿我们在听完这个故事后，能更加珍惜身边的亲情，珍惜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因为那是帝王们用整个江山都换不来的奢侈品。好了，今晚的大唐往事就讲到这里。夜色已深，窗外的风也停了，只有月光依然温柔地照着大地。愿你在梦中没有权谋的算计，没有风雨的侵袭，只有那一轮照过开元盛世，也照过此时此刻的明月，伴你入眠。晚安。愿你的梦里是长安城最温柔的春天。